还记得你第一次感受到经济变化时的震撼吗？可能是看到街边实体店一家家关门，可能是发现父母开始用手机支付，也可能是听说邻居通过直播带货月入过万。世界在剧烈变化，而这种变化正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个重要发现：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型。这不是枯燥的数据分析，而是关乎你我的切身利益，我们的工作方式、投资方向、创业机会，甚至是孩子未来的教育选择。通过这个视频，你将看清5大核心力量如何重塑全球经济，发现政策变化背后的机遇，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。经济机器的5大驱动力。经济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型机器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中的齿轮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台机器运转。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，我认为有5股关键力量在塑造着我们的经济现实。让我们一起深入剖析这些力量背后的故事。第一个驱动力：信贷、货币、债务循环。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200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？那时我一位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，前一天还在谈论买第3套房，第2天就在担心房贷断供。信贷就像经济的双刃剑，它创造购买力，推动经济发展，但过度使用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。这个循环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，健康时维系生命，出问题时危及全身。最近10年，我们见证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，各国央行开动印钞机，市场充斥着廉价资金。表面上看，这促进了经济复苏，但暗地里却在积累风险。一位投行的老朋友常说，现在的资产价格就像被打了兴奋剂的运动员，看起来很强壮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崩溃。当债务负担与实体经济产出严重失衡时，调整就变得不可避免。这个过程就像戒毒一样痛苦，但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却是必要的。第二个驱动力：国内秩序与失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政治讨论变得越来越激化，曾经的理性辩论似乎被情绪对立取代。左右政治光谱的演变不仅影响社会稳定，更直接冲击着经济政策走向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每到大选年，很多企业都会推迟重要投资决策。这说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。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就像一对共生关系。一位制造业老板说，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，再好的商业计划也无法落地，但反过来，经济发展停滞也会加剧社会矛盾。这是一个需要细心平衡的过程。第3个驱动力：国际秩序的重构。2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曾经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，但现在明显力不从心。新兴市场国家，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崛起，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版图。一位做跨境贸易的朋友感叹道，现在的国际贸易环境比10年前复杂太多了。以前只要关注汇率和关税，现在还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、技术壁垒等诸多因素。全球经济规则正在被重写，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也蕴含着新的机遇。第4个驱动力是自然力量的冲击。近年来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，影响农业生产和供应链稳定。新冠疫情更是给全球经济当头一棒，暴露出全球化背后的脆弱性。一位做供应链管理的朋友告诉我，疫情让我们意识到，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韧性是非常危险的。现在，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企业决策的核心考量。碳中和不再是空洞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影响着投资方向和商业模式的重要因素。第5个驱动力：技术创新。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量子计算等新技术正在重塑经济格局。
数字化转型不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我认识一位传统制造业企业家，去年开始大举投资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。他说，要么拥抱变革，要么等待淘汰，没有第三条路。技术竞争早已超越商业领域，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。谁掌握核心技术，谁就掌握未来话语权。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创新不仅提升生产力，更重要的是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。这5大驱动力相互交织，共同塑造着经济的未来。理解他们的互动关系，对于个人投资、企业经营都至关重要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经济是一门观察人性的艺术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，既要看到风险，也要善于捕捉机遇。回顾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，我越发觉得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，而不是简单的机械运动。它需要我们用更系统、更辩证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。你觉得这5大力量中，哪一个对你的生活影响最深？或者说，你对未来经济发展最担心的是什么？美国新政策方向。说实话，每当我观察美国当前的政策走向，总会想起一个比喻，这就像是一家100年老店在进行彻底翻新，既要保持营业，又要全面升级。确实，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策转型，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场大变革背后的逻辑。说到内部改革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政府效率提升计划。前几天，我跟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聊天，他说：“你能想象吗？政府部门正在引入企业级的项目管理系统，就像是让一头大象学会跳芭蕾。虽然听起来有点细谬，但这恰恰反映了改革的决心。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企业的专利，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拥抱变革。产业政策的转变更是令人瞩目。记得10年前，美国还在高喊让市场来决定，现在却在积极推动产业政策。一位做半导体的朋友最近感慨，政府补贴让我们终于看到了在本土建厂的可能性。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，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。监管体系的重构也在悄然进行，在鼓励创新的同时，也在加强对关键领域的管控。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可能是最具标志性的变化，科技是国家安全的基石，这句话在现在看来格外深刻。政府不再满足于做旁观者，而是要成为创新的推动者。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，从清洁能源到生物科技，政府资金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关键领域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转向国际战略调整，美国优先政策的深化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。一位做外贸的朋友说，现在谈生意，地缘政治因素的权重可能比价格还要重要。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新定位。对华战略竞争更是进入了新阶段，从单纯的贸易争端升级为全方位的技术和产业竞争。盟友体系的重构也很有意思。前不久，我参加了一个国际贸易论坛，一位欧洲学者说，现在的同盟关系更像是利益捆绑，而不是价值观认同。确实，在经济安全的新定义下，传统的盟友关系正在经历重新洗牌。供应链安全、技术合作、数据主权，这些都成为评估盟友关系的新标准。说到产业自主与保护，这可能是最具争议的领域。关键产业回流成为一个热门话题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面临诸多挑战。一位制造业老板跟我分享，光是工资差距这一项就足以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。但有趣的是，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，劳动力成本的权重正在下降，
这或许会改变产业回流的经济学计算。供应链本土化是另一个重要趋势。疫情期间的供应链中断给了所有人一记警钟。现在，企业在规划供应链时，韧性可能比效率更重要。技术壁垒的建立则是一个更微妙的话题。表面上看是技术标准，实质上却是市场准入的门槛。一位做芯片的朋友说，现在的技术管制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，看不见但处处都在。产业补贴的新模式也值得关注。政府不再是简单的撒钱，而是精准扶持，重点支持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。但这里有个有趣的悖论，过度保护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保护主义就像止痛药，能缓解症状，但不能治愈疾病。总的来说，美国新政策方向反映了一个世界大国在面对变局时的战略调整。这种调整既有主动作为的一面，也有被动应对的无奈。关键是要在保护和开放之间找到平衡，在变革和稳定之间寻求共识。你觉得这些政策调整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？欢迎分享你的观察和思考。全球经济新格局。说实话，每当我观察这些变化，总会想起我开第一家店时的经历。市场在变，客户在变，方式也要跟着变。今天的世界经济何尝不是如此？先说说世界秩序的重构。记得去年和一位做外贸20多年的朋友聊天，他说了个特别形象的比喻，以前的世界经济就像一个中央厨房，美国是大厨，其他国家都是帮厨。现在呢，变成了美食广场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餐厅。确实，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单一霸主说了算，而是多个力量中心共同存在。就像我们看到的，欧盟在数字隐私保护上引领潮流，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走在前列，印度在软件服务外包方面独树一帜。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更是让人感慨。东盟现在就像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商圈，不仅有充沛的劳动力，还有庞大的消费市场。一位在越南开厂的朋友告诉我，现在的东南亚就像20年前的中国，充满机遇。欧盟尽管面临挑战，但在清洁能源、高端制造等领域仍然引领全球。非洲自贸区的建立更是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。经济规则的碎片化乍看很复杂，但其实就像现在的直播带货平台，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玩法。有人专注快手，有人擅长抖音，有人精通小红书。国际贸易也是如此，不同的经济体之间都在发展适合自己的贸易规则和合作模式。金融体系的变革可能是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变化。还记得10年前，出国旅游一定要带够美元现金。现在呢，带上手机就行，支付宝、微信支付在很多国家都能直接用。美元虽然仍是主导货币，但数字支付的兴起正在改变游戏规则。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跟我分享，未来的货币可能就像即时通讯软件，能够实现真正的即时跨境支付。各国央行也在积极研发数字货币，这场金融革命才刚刚开始。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全新的机遇。金砖国家不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，而是在积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和创新体系。我认识一位印度的 IT 企业家，他的公司不仅服务于欧美客户，还在开发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解决方案。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思维，不是简单模仿，而是根据本土需求创新。南南合作开启了新的可能性。疫情期间，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口罩生产线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。这种合作不是简单的援助，而是真正的互利共赢。一位非洲的企业家告诉我，我们不需要施舍，我们需要的是发展的机会和技术。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不是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变化。看看全球最大的购物节，
已经从黑色星期五变成了双11。亚洲不仅是世界工厂，更正在成为创新的策源地。从移动支付到共享经济，很多商业创新都首先在亚洲市场验证，然后向全球扩展。这些变化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机遇与挑战并存。跨境电商的兴起让小商家也能做国际贸易，数字支付的普及让跨境消费变得更便捷，新兴市场的崛起创造了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。但同时，这也要求我们持续学习和适应。就像一位成功的跨境电商卖家说的，现在不是比资源，而是比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。懂一点跨文化沟通，了解一些数字营销，掌握一些跨境支付知识，机会自然就来了。这让我想起去年遇到的一位退休教师，他在60岁开始学习跨境电商，现在每月都有稳定的外贸订单。他说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，只要你愿意学习，就永远不会太晚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关键是要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。就像经营一家店铺，不能永远用老方法做生意。我们要善于观察变化，抓住机遇，不断调整和创新。你觉得这些变化中，哪些给你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？又有哪些可能成为你未来的机会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和想法。记住，在这个新时代，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愿意拥抱变化的人。让我们一起见证和参与这个精彩的经济新格局。政策与现实的博弈。一位做了20年外贸的朋友感慨，现在的经济就像在冰面上跳舞，既要优美又要稳住脚步。这句话道出了当前政策与现实博弈的精髓。让我们先来聊聊效率与安全的平衡。还记得2019年吗？那时我们都在追求极致的效率，全球供应链精确到小时计算，库存控制的恨不得掐着秒表。但疫情给我们当头一棒，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安全的重要性。一位做半导体的朋友最近跟我分享，以前我们觉得把生产线都放在海外是最优解，现在宁可多花30%的成本，也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权衡更是考验决策者的智慧。记得前几天和一位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聊天，他说，现在不是简单的比较成本，而是要算总账。供应链断裂的风险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，这些都得计算进去。确实，企业的决策越来越复杂，不能只看表面的数字。创新与管控的矛盾让我想起上周参加的一个科技论坛。一位 AI 创业者说，监管就像追着火车跑的自行车，永远慢半拍，这个比喻形象极了。但另一位政策研究者则反驳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过度创新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，两种观点都有道理，关键是找到平衡点。市场与政府的角色定位也在悄然改变。还记得10年前我们都在高喊让市场来决定，现在却发现在关键领域政府的引导作用越来越重要。一位新能源行业的朋友告诉我，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，我们不可能在3年内建成这么大规模的产能。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博弈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最近和一位制造业转型的企业家交流，他说，转型就像换发动机，过程很痛苦，但不转型就是等死。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做教育的朋友说的，投资教育就像种树，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说到社会议题的应对，教育体系的改革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。现在的教育体系还停留在工业时代，却要培养能够适应 AI 时代的人才。一位做在线教育的创业者分享，未来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，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。我们现在教育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推倒重来。就业市场的转型同样令人焦虑。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人力资源论坛，现场的共识是，未来10年可能有50%的工作岗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。但机遇与挑战并存，
新的职业也在不断涌现。一位职业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说，现在最紧缺的是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。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更需要智慧。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，如果经济发展的红利只是让少数人受益，那么这种发展模式迟早会出问题。这让我想起威尼斯的衰落，一个只让少数人受益的系统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。人力资本的培育则需要更长远的眼光。一位做企业培训20年的朋友感慨，现在的员工培训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技能，而是要培养适应未来的能力。这包括学习能力、创新思维、跨文化沟通等软实力。展望未来发展方向，生产力提升依然是核心，但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，不再是简单的自动化，而是智能化、数字化的综合提升。一位工业互联网的专家告诉我，未来的工厂不只是机器换人，而是要实现设备、系统、人之间的智能协同。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。参加一个社会创新论坛时，一位社会企业家的话让我印象深刻，真正的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，还包括商业模式创新、社会创新。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，分享发展红利，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。可持续发展已经从口号变成了现实需求。一位环保科技的创业者说，绿色发展不再是额外的成本，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。谁能在这方面领先，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据优势。国际合作也在寻找新的模式。虽然地缘政治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，但正如一位外贸企业家所说，具体到企业层面，还是要找到务实合作的方式，因为这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。这些博弈和平衡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。正如一位智者所说，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关键是要在复杂性中找到前进的方向。你觉得在这些变革中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？欢迎分享你的观察和思考。聊到这里，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？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话题，而是切实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选择。记住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提升适应变化的能力。每个人都可能是变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，关键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持续学习和成长。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请别忘了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，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。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